你知道我们每年观测到的这些长周期彗星是来自于哪里吗？不太清楚。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太阳系的边缘守护者奥尔特云，它是系内长周期彗星的发源地，更是记录太阳系起源的活化石，还引发了关于传说中神秘之眼的讨论。那么什么是奥尔特云呢？今天就来讲个清楚。永远不要停止思考，我是阿一，我是娜娜。提到太阳系的边界，你可能会想到冥王星之外的柯伊伯带，但其实上柯伊伯带只是内围的防线，真正的太阳系边缘其实上在这个科学上的定义还不是那么明确。有一些人认为是柯伊伯带，有一些人认为是八大行星，有一些人呢又认为是奥尔特云，还有一些人认为是太阳的磁场。这个定义其实上挺宽泛的。那在太阳系的边缘，我们就把奥尔特云定义为它是我们的巨大屏障。咱们可以把太阳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别墅太阳就是客厅里边的吊灯，八大行星呢是客厅里边的家具，而奥尔特云就是包裹着整栋别墅的围墙了。它的半径范围延伸到了距离我们太阳1光年的地方，相当等于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6.3万倍。这座保护罩呢是由无数冰封的小天体岩石的碎屑尘埃组成的球状的云团，它默默守护着太阳系的内部，阻挡了大部分来自于星际空间的流浪小行星、彗星和宇宙射线。当然，这次3I阿特拉斯突破了这个防线，进到了我们的内太阳系。它的守护让地球等内层行星能够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稳定的运行。那奥尔特云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呢？其实上，奥尔特云呢分为2层结构，内层和外层各司其职，共同撑起了这个遥远的天体储备区。内层呢，咱们通常叫它希尔斯云，是个和太阳系黄道面持平的一个圆盘状的区域，距离太阳大概2000到2万个天文单位之间。这里边的彗星核密度特别的高，比外层要密集得多，因此奥尔特云才能长期的存在。而外层呢，是一个完完整整包裹着太阳系的球状结构。之前那个结构它是一个平面的圆盘状的，这个就是一个球状的那种结构了。它的范围呢是从2万个天文单位一直延伸到10万多个天文单位以外的这个区域。虽然它的物质分布更加的稀薄，但是却是大多数长周期彗星的发源地。这些彗星的轨道呢方向特别的随机它不像内层那样是顺着黄道面排列的这种顺序。不过呢，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奥尔特云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里边的天体呢又极其的微弱目前人类没有办法直接的去观测它们。咱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些结构，全部都是靠理论的模型和对彗星的轨道反推得到的。奥尔特云里边的这些天体的核心是岩石，外层呢包裹着厚厚的冰壳，冰壳里边藏着水冰、甲烷、氨冰等等这些物质，就像是宇宙里边的冰坨坨一样，冰疙瘩。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彗星的母体，全靠外界的推力。比如说附近有恒星的引力扰动，让它们动起来了；银河系的潮汐力也会让它们动起来，或者说是超新星爆发的时候的冲击力也会让它们动起来。这些力量呢，会让它们脱离奥尔特云的束缚，朝着太阳系内部的方向飞过来。当靠近太阳的时候，太阳的热量会让它的冰壳融化升华，形成一条长长的气体尾巴和尘埃尾巴。这就是咱们看到的彗星，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点？那为什么称它为太阳的活化石呢？你有没有想过，它们可能是太阳系早期诞生时候的产物？大约在46亿年前，太阳系呢是由一片巨大的星云坍缩而成的，中心部分呢就形成了太阳，周围的物质渐渐聚集，形成了八大行星，还有这些卫星等等。但并不是所有的星云物质都能聚集，然后形成这些天体，还有一部分的物质呢就被太阳的引力就甩到了外围的这个边缘。那这些物质在低温环境之下就慢慢的冷却凝固，形成了无数的这种冰疙瘩，最终组成了奥尔特云。因为
为奥尔特云所在的地区，它的温度非常的低，几乎没有任何的外界干扰，所以它保留了太阳系诞生初期的原始物质还有化学成分。那么科学家就可以通过研究这些物质来分析太阳系诞生之前的星云的成分温度环境，甚至了解我们地球生命的起源的线索。比如说地球早期的水有可能就是这些彗星带来的。那之前传说中的神秘之眼是跟这个奥尔特云有关系吗？对，神秘之眼其实上它也被称为第9行星，科学家们推测它就是位于奥尔特云里边。近年科学家们发现奥尔特云里边有一些天体的轨道是非常奇怪的，比如说本来预测的是该横着走的，结果它歪了，它的运行轨迹不像是被太阳的引力单独控制的，反而是像受到了一颗未知的大质量行星的引力牵引。这颗推测当中的行星质量可能是地球的10倍左右，轨道呢距离太阳非常的遥远。不过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还没有直接观测到这颗第9行星的存在，它是否存在它具体在哪里，这些都是未解之谜。我们对这个奥尔特云的观测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呢？那目前来说，人类已经发射了一些探测器朝着奥尔特云的方向飞行了。比如说1977年的那个旅行者1号，它是目前距离地球最远的人造天体，目前已经飞出了内太阳系层，正朝着奥尔特云进发，预计再过几十年就能抵达奥尔特云的边缘。旅行者1号呢是美国 NASA 于1977年发射的无人空间探测器，是人类目前距离地球最遥远的探测器。如果把太阳系的边界界定为8大行星之外，那么它就是首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造物体。截止2025年12月，距离太阳大约163个天文单位，信号传输到地球需要22.6个小时。时至今日，旅行者1号仍然不算离开我们的太阳系，虽然它飞行了那么远，它距离飞到奥尔特云的内侧还需要3万年之久。进入星际空间之后呢，它将持续收集星际物质、宇宙射线等等数据。不过按照当时的电量消耗程度来计算的话，在仅仅用3台仪器继续工作的情况之下，可能它在2030年的初期，它的电力就将彻底的耗尽，届时旅行者1号将无法再向地球传回数据，彻底沦为沉默的星际使者，仅靠惯性向宇宙深处继续飞行。除此之外呢，詹姆斯韦伯望远镜也将通过观测来自奥尔特云的彗星，间接获取奥尔特云的信息。未来呢，科学家们计划还会专门发射探测奥尔特云的探测器，深入这片神秘的区域，直接采样带回太阳系诞生初期的原始物质。我感觉人类对奥尔特云的这个观测好像还只是个冰山一角的感觉。对的，没有错。我们现在目前已知呢，它是太阳系边缘的巨型保护罩，默默地守护着内层行星的安全，是长周期彗星的发源地之一，是太阳系的活化石，藏着太阳系起源的秘密，还可能藏着第9行星的谜团，等待着人类去探索。奥尔特云呢，在太阳系边缘存在了46亿年之久，见证着太阳的升起、行星的运转，也记录着宇宙的变迁。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人类足迹踏上奥尔特云的时候，我们能真正读懂太阳系的过去，也能更清晰地看到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的未来。那么你觉得奥尔特云里边还藏着哪些没有被发现的秘密呢？评论区留下你的猜想，一起期待人类探索宇宙的下一个突破。所以永远不要停止思考，我们下期再见，拜拜。